你相信濒死体验吗？一名神经外科医生呢，在失去意识之后经历了濒死体验。他看到了3个不一样的世界，以及宇宙的起源呢是来自于原生世界。那濒死体验是否是一种对生命本质的探索呢？让我们进入今天的故事看见3个世界的人。以下的故事呢非常玄幻，大家理性观看。Hello， 大家好，我是小雨。Hello， 大家好，我是小唐。美国的一名神经外科医生呢，经历了濒死体验，在科学界呢以及公众引起了一场有关于精神与物质、灵魂与肉体关系的大讨论。这位医生呢叫做埃本·亚历山大，在1980年呢毕业于被称为南哈佛的美国杜克大学。数十年来呢，他一直从事神经外科的研究，是国际上呢最有影响力的脑神经外科专家之一。他救了不少病人，其中一些病人呢向他讲述过濒死体验。在埃本和其他医护人员对病人进行抢救的时候呢，病人说他们清楚地看到了自己在一个黑色的隧道里面，周围呢漆黑一片，什么都看不见，只看到了远处有光，像隧道的出口一样。他往前走呢，接近隧道出口的时候呢，光就会越来越亮，把他整个人包围住了。在一片白色的光里面呢，他身边就出现了一个男人，对他说：“你还不属于这里，你赶紧回去吧。”他一下子就瞬间往下沉，穿过了地面，回到了自己的身体。这位病人回来以后呢，就回想他当时所看到的那个男人其实就是自己呢已经过世的父亲。可是埃本认为呢，这只是一种记忆上的错觉而导致的脑部活动而已，类似于梦境嘛。但很多人呢都会出现同样的幻觉这就让他感到很不可思议。直到有一场突如其来的疾病呢，让他的想法一下子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那是在2008年的11月的一天夜里大约3、4点钟左右，埃本忽然就觉得后背和脑袋呢一阵剧烈的疼痛。他努力的想要坐起身来呢，却发现自己动不了。很快呢，他就在剧烈的疼痛中昏迷了过去。到了早上5、6点钟，他的妻子醒来呢，却发现身旁的埃本毫无动静。妻子立刻就把他送去了医院。检查之后就发现埃本得的是一种名为细菌性的髓膜炎的疾病。人体的大脑和脊髓呢都有一层被称为髓膜的薄膜，而这种薄膜呢会受到各种疾病原体的侵染，从而产生不同程度的危害。埃本呢已经被一种大肠杆菌所感染，死亡率是超过90%的。就算不死呢，也有100%的可能会留下严重的后遗症。尽管医生呢已经做了最大的努力但埃本还是昏迷不醒。按照医生的说法呢，昏迷的时间超过1个星期基本上呢就已经属于脑死亡了。埃本足足昏迷了7天。就在医生和他的家人马上要彻底绝望之时呢，埃本便奇迹般的苏醒了过来，而且呢一点后遗症都没有。埃本的康复呢可以说是一个医学上的奇迹，因为他是有史以来首个没有留下任何后遗症的重度脊髓炎的病人。但是呢，更惊人的事情还在后面。在恢复之后呢，埃本第一时间便返回了医院，将自己在抢救时候的所有的大脑的数据都调了出来。结果呢令他非常的不可思议，因为在昏迷期间呢，他所见到的一切都是无法用科学来解释的。那么埃本在幻象中看到的3个世界到底是什么样子呢？第一个世界呢，他说是原生世界，周围是彻底的黑暗。不过这种黑暗呢是有形的，想象一下，你沉入泥土中之后呢，却能够看透泥土。或许称这个泥土为果冻呢更为准确一些。它是透明的，是模糊的，是脏污的，是幽闭的，让人感到窒息。在这里呢，他说我拥有自己的意识，却丢了记忆和身份，就像做梦的时候你知道发生在周围的所有事情，却不知道自己是谁，以什么样的身份存在着。他说我只感觉到周围呢有墙壁，而且这个墙壁里面还有血管，墙壁还在动，还有声音，有一种深沉的充满节奏感的声音，而每一股声波呢都会直接穿透了我的身体，这就有点像人的心脏的跳动声。他说我没有自己的躯壳我只是单纯性的在那里存在于声波穿透的黑暗之中。现在呢，我或许会称之为这是原生世界。一些奇怪形状的动物的面孔会从周围的泥浆中浮现出来，呻吟着，尖叫着，然后它们又消失了踪影。他说我就听到一阵阵咆哮声，有的时候这个咆哮声呢又会变为微弱的充满了节奏感的呻吟。对我来说呢，这些呻吟既令人惊骇呢，又有一种奇怪的熟悉感，就好像是一切我都知道，甚至是我制造的一样。不知道过了多久呢，我闻到了一种气味是一种排泄物混杂着血液的味道。我就接近了恐惧的边缘，我需要逃出去。正当我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呢，在黑暗的上方就浮现出了一篓白色的光，
并在慢慢的旋转着，而且还闪耀着纯净的白光。这个时候呢，原来黑漆漆的那个空间全部消失了，周围呢变得特别的亮，就很像是妇女在分娩的时候的情形。第二个世界呢是天堂世界，他说我周围的黑暗瞬间变成了碎片，逐渐就消失了。然后我就听到了一种新的声音，一种富集生命力的声音，就像你听到过最丰富、最复杂、最动听的音乐。而这种声音呢，从那片白光里传来取代了之前那种单调沉闷的敲击声。在此之前呢，那种令人不舒服的声音似乎已经陪伴了我无数年了。而这束光呢，离我越来越近，在我的身边旋转着，闪耀着纯洁的白光。我发现呢，有些光线呢呈现出了淡淡的色彩，就像是黄金反射出的光芒。随后我就发现这个裂缝的一瞬间呢，自己的身体就飞快地动了起来，耳边是丝丝的声音。然后我就发现自己已经穿过了那个裂缝进入了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对我来说呢，这是一个完全陌生的世界，也是一个从未见过的最美丽的世界，灿烂辉煌，生机勃勃，心醉神迷，极致美好。即使是我将世界上所有美好的形容词都用在它身上呢，似乎还是不能够表达那种喜悦。这种感觉呢，就像是出生的时候第一次见到这个世界一样，不是重生，也不是第二次出生，而是唯一的一次，第一次的震撼和喜悦。他说在我的下面呢是一片苍翠繁盛的乡野看起来有些像地球。这种感觉呢，就好像是多年后父母带你回到小时候待过的地方。当你在那里四处走动的时候各种似曾相识的感觉呢，就纷纷的出现在你的脑海。你才意识到呢，在你的内心深处的确是记得这里的，并且你还会因为回到这里而感到欣喜。他说这个时候我正在飞行穿过了树木、田野，穿过了溪流和瀑布到处都是人。我看到有玩耍嬉闹的孩子们，有些人正围成圆圈唱着跳着，还有一条狗呢，时不时的在他们的身边穿梭，跟着人们共享着充满着欢乐。这是一个美丽的令人难以置信的梦想的世界。他说有一个漂亮的女孩呢，就在我的身边。女孩的衣服穿得很简单，但衣服的色彩跟周围一样的，透露出一种不可一世、十分生动的生命力。这种色彩呢是融合了粉蓝色和靛蓝色，又掺和了一些橘色和桃色。她有着高高的额骨和深蓝色的眼睛，金褐色的长发。他说我并不认识她，我们俩坐在一个图案错综复杂的这个平台上面，这个平台就充满了难以言表、生机勃勃的色彩。但是这个平台呢是由蝴蝶组成的，那些色彩呢就是它们的翅膀的颜色。事实上呢，有上百万只蝴蝶正飞翔在我们的脚的下边。而他就看了我一眼如果你曾经见过这个眼神呢，你就会觉得不管发生什么事情，生命都值得。这一眼呢，跟浪漫和友谊无关，而是超越了这一切。这个眼神里包含了情感，超越了地球上的所有种类的爱。他开始就对我说话了，但也没有使用任何词汇。他传递给我的信息呢，像一阵风掠过我的身体，而我瞬间呢就知道这大概意思了。他就说你被爱拥抱，你没有恐惧，你不怕犯错，我们会向你展示很多东西，最后你还是会回去的。这条信息呢，就让我得到了极大的释怀和放松，因为这视为是一种高层次的感情。对此呢，我有一个疑问，就是我回哪儿去呢？他回答说你是被爱着的。突然呢，有什么东西拽了我一下，这种感觉呢，不像是有人抓住你的胳膊那样拉扯，而是很微妙的跟身体无关的感觉。这就像是太阳躲到了云后面，你的情绪呢随之就发生了变化那样。我要从这个理想中的王国离开了。现在我终于也明白了自己将要回到何处，我将回到刚开始这段旅程的地方，回到那个被什么东西凝视的黑暗王国。他说在我进入黑暗王国之后呢，这里与地球上的截然不同的时间性的异常呢再次出现。如果非要做比较的话呢，那么这种感觉呢，就像是你在做梦的时候挣脱了时间的限制，在梦境中呢，以前和以后呢都成了没有意义的时间名称。你可能知道呢即将发生的事情，可事实上呢你还未经历过呀。在这里的我的时间呢，感觉大概就是如此了。但我必须说明呢，最早进入这个世界的时候呢，我的确有感觉到有些迷惑。后来呢，这里发生的一切的事情和梦境所带给我们的那种朦胧感不同。他说我感觉这里更真切。这次我在这里待了多久呢？我依然不知道，因为根本就没有办法计量嘛。但我的确不知道再次回到这个黑暗王国之后呢，我对自己的处境竟然有了一些控制权。我不再是单纯的陷在这个地方不能动。如果我努力呢，可以回到更高级、更明亮的那个世界。在这个深层的黑暗中呢，我就发现呢，我自己是如此的期待那个美妙的声音再次降临。
在努力回想那些美好的经历之后呢，荣耀的那种音乐呢和闪光的生命体啊，再次的回到了我的意识之中。他们再次割裂了这股浓稠的黑暗，于是呢，我又开始飞升了起来。他说我逐渐的就发现呢，在上层世界只要了解到并想起了那些美好的事情呢，你就能够往上飞行。对于那些美妙的音乐和回忆呢，对于上层世界的渴望，就把我带回了这里。对这里越熟悉呢，我就能越轻松的回来。在我昏迷的时候呢，我不断的在阴冷幽暗的地下王国升起，穿越了闪耀的绿色之门，进入了神圣荣耀的黑暗。这种往返呢，他说我经历了许多次，不过我并不知道具体是多少次了，因为那里的时间无法用地球上的时间的概念去解释。但每次呢，我进入理想王国的时候都会比之前那一次更深入，也会通过无言的方式呢学到更多。在这里呢，所有的存在呢都以这种方式相互交流。他说突然之间呢，我不知不觉的就进入了一个无限大的虚空，这里居然完全是黑暗的，让人感觉到身处于无限的空间，又无比的舒适。尽管这里无限黑暗呢，却充盈着光芒。我意识到呢，光线来自于一个离我很近的灿烂的球体，而这个球体呢，仿佛是有生命的，是有形的，就像那些唱歌的天使一样。说来也怪呢，我感觉自己好像子宫里的胎儿一样。胎儿通过胎盘与母体相连呢，可以在子宫中不自觉地蠕动。胎盘呢，不仅滋养着胎儿呢，还为自己看不见的母亲呢建立了连结。对于现在的我来说呢，他说母亲呢就仿佛像是上帝，作为造物主的上帝，创造了宇宙及其中一切的万能的上帝。他与我呢如此的接近，就好像是我们之间完全没有物理上的距离。后来当我醒来之后回到现实世界之后呢，我在基督教的诗人亨利·沃恩那里就找到一个说法，可以更清晰地描述这个地方。这个巨大漆黑的核心呢，就是神本身。有人说呢，在那里呢有一种深层次的更璀璨的黑暗。没错，就是这样的。在那里呢，在黑暗中充满着耀眼的光芒。借助那些球体呢，虚空就告诉我们宇宙不是唯一的，而且是有好多个，多到超乎我们想象。但在所有的宇宙中呢，爱都是唯一的中心。他说我就看到了充裕的生命贯穿在不可计数的宇宙之中，很多的生命呢都拥有比我们人类更高级的文明。我看到了无数更高级的生命的轮廓，但了解他们唯一的方式呢，就是加入他们并去亲身体验。最后我进入到一个黑色的隧道呢，我在隧道里面进行穿梭，我就看到了自己的身体躺在重症病房的监护床上，家人呢围绕在我的身边为我祈祷。于是我才决定呢回到自己的身体，然后我就醒来了。直到1年之后呢，他说我才知道在濒死的梦境中看到的那个女孩到底是什么人。事实上呢，埃本生下来的时候呢，他的爸爸18岁了，妈妈只有16岁。由于当时无力抚养他呢，便抛弃了他。幸运的是呢，埃本被好心的亚历山大医生所收养，也就是他的养父。他们一家人呢都是上流社会，从事医生、律师的职业。后来埃本的亲生父母就又育有了一儿一女。埃本虽然知道自己的身世呢，但从来没有见过自己亲生父母。53岁的时候呢，埃本初次与亲生的父母见面才知道自己有个妹妹。11年前呢，也就是1988年的时候他的妹妹呢死于一场车祸。埃本看了妹妹的照片之后呢，才发现那个在他昏迷之中跟他说话的女孩呢，竟然就是自己的亲妹妹。而这一次呢，埃本医生可以肯定的是自己不是在做梦，因为他从来没有见过自己亲妹妹的模样。在2012年呢，埃本根据这一段经历就写了一部名为《天堂的证据》的小说。该小说一上市呢，就迅速登上了畅销榜的排行榜，引起了出版社的轰动。时至今日呢，埃本仍然奋力在医疗领域。他就认为呢，唯有认识到濒死体验的存在呢，才能了解到生命的意义。最后呢，意识和大脑之间究竟有什么关联呢？为何会在大脑完全没有活动的时候人却能够拥有清晰的想法、记忆和情绪呢？现在的科学理论是无法解释这样的事情的。对于濒死体验的探索呢，仍将是人类永恒的话题。那么好了，故事呢，宇哥也就讲完了。好啦，我们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看过的朋友给个鼓励，点赞留言支持我们一下哦。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拜拜。